丘处机，你不要咄咄逼人，难道江南轻快？怕你不成？可惜，可惜呀！可惜什么？可惜你们自甘堕落，与恶僧为伍，又做官府的走狗。胡说！柯南山，请听我一言呐！我不会放过这牛鼻子老大！大家住手！邱道长，住手啊！邱道长，住手啊！大哥，发铁铃吧！大中府，大李卫，再打名医。七妹，快过来！大哥，七妹，进来！哼，你快弃剑投降吧！不要打了！你们不要打了！不要再打呀！恶贼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邱道长，救我呀！九木和尚，你寺中果然有女人，你把我们害死了！啊！老爷我段天德恨死你们这群号称侠义道的东西！今天一刀一个，把你们头全砍了！你这个贼盗，追得我好苦啊！老子今天送你上西天！住手！不可伤他，他是好人。什么好人呐？砍了再说。放下屠刀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吗？邱道长，救命啊！快走！快跑！邱道长，救我呀！恶贼！臭道士竟敢伤人，我杀了你！不可！为什么？已经死了一个，再死一个，岂不是让小人占了大便宜去？
老三，快将这药给邱道长服下。江南七怪，有只顾自己的吗？快去！哎，不害臊了啊！哼，7个大孩子打2个小孩，算什么？滚开！小爷要打人，谁敢啰嗦，给我打！别打了，起来！起来呀！不害臊吗你们？好了，不要跟孩子们纠缠了。等前面的集市散了，什么也问不着了。我们走吧。给我打！谁敢上来？2只小狗，有种的，明天再来这里打给我。大舅杨长，走。康，杨康是谁？还我！还你就还你，你得告诉我，这短剑是从哪儿来的？是我娘给我的。你爹叫什么？你姓杨吗？回家去吧，以后不要打架了。你小，打不过他们的。来，接着。郭靖，咱们回去吧。郭靖，郭靖，大哥，郭靖，大哥，郭靖，大哥，你是郭靖啊！大哥，郭靖，你是汉人，不是蒙古人。你娘叫什么名字？我娘就是我娘。你爹爹呢？你爹爹叫什么名字？说呀！我爹爹被坏人害死了，等我长大，我要给他报仇。那害死你爹的仇人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段天德。都不要走！咱们兄弟找你6年，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啊！哥，你别凶巴巴吓着他。哎，你回家干什么？打架！我们和都使约好了，明天中午在这决战。我去找我3哥窝阔台来这里助拳。找别人助拳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我来教你一招，保证你啊，一个人打他们10几个都没问题。老二，你教教他。好，来。看好了啊！你先迎面一掌，他上身必向后退。可这一掌呢，却是虚的，只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力，重在出脚。紧接着上前1个马步，再用力推理，哎呦！让他连摔2个跟头。要是单打独斗啊，打10几个人都没有问题的，练练吧啊！嘿，哎！大哥，这孩子资质太差，不是练武的料。想不想学武替你爹报仇啊？想。哎，要是资质太差的话，咱不如把这孩子还给邱处级道长，让他另出题目比试。什么？我们找也找了6年，怎么能半途而废呢？仅凭2哥这一招，能试出什么来？大哥，你看怎么办？很好，什么很好？孩子很好。小时候我也很笨，我小时候也没怎么聪明过呀。孩子，想不想给你爹报仇啊？那今天半夜就到这山上来找我们。不过，只能你一个人来，除了这个小朋友之外，也不能让别的人知道。你敢吗？怕不怕鬼啊？哎，大哥，想不到江南七怪为了一个孩子，耗费了这么多年呢。看他敢不敢来吧。资质差点也没关系，就怕胆小啊。大哥，快来看！大哥，看！
东西方各走100步。大哥，这儿也有啊，这儿也有。大家过来。大哥，是不是妖怪呀？要是妖怪，怎么会把骷髅头排得整整齐齐呢？是不是一共分成3队，排成一个品字，每队骷髅头有9个。是啊，大哥。分为3层，下层5个，中间3个，上面1个。对呀，大哥，你怎么知道？大哥过来。好。大哥，练成了，果然练成了。你们小心把它放回去，千万不要让他看出来有移动过的痕迹。待会儿那2个魔头练功，他们会取尸首用，我就躲在里面，出其不意的攻击他们的要害。你们大家在4周埋伏，千万不可让他们惊觉了。务须等我发难的时候，你们大家再一起涌上，下手要狠，绝不能留情。好，大哥。轻点。慢。我们兄弟7人在大漠流浪6年，相依为命。今日一战，可能个个性命不保。你们可要想好了。大哥，你怎么婆婆妈妈的啊？大哥，你等等，大哥。二哥，同是铁狮是什么人？同是男的，名叫陈玄风；铁狮是女的，叫梅超风。2人合称黑风双煞。当年在北方作恶，心狠手辣，武功高强，行事又是十分的激进，当真是神出鬼没。想当年，北方英雄围剿过他们1次，据说是尸骨无存了。可谁知道躲在这穷荒极北之地练9阴白骨爪。9阴白骨爪，9阴白骨爪是什么武功？此功十分的阴毒。怎么大哥从不提这回事儿？难道？嘘，来了。
哎呀！你是谁？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哎！哎呀！哎！三弟！山上有毒！大家逃命啊！快走！你们到底是谁？让我死也死个明白！梅超风，你可记得飞天神龙柯辟邪、飞天蝙蝠柯镇恶吗？好小子，你还没死！你给飞天神龙报仇来了。不错，你也没死，这很好。大哥，7步9步11步。孩子，快躲起来！贼婆娘，这些家伙是什么人？飞天蝙蝠柯镇恶，还有他的同党。好，狗贼还没死，巴巴的跑来送终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金婆娘，你的伤怎么样？我中了毒梨。金婆娘会要了你的臭命吗？快杀呀！鸡肋，快走！我杀了你！贼汉子！我护不了你了。五哥，五哥，金梅，五哥，我嫁给你做老婆，你说好吗？啊！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放心，我已经是你张家的人了。我一生一世再也不会爱上别人。你死了以后，我会亲手埋你。我死了以后，也埋在你的身边。我们永远不分开。你想待你不好，我知道的。你待我好得很，我知道。只是我一直没告诉你。现在我真的好后悔。告诉我，是想跟我们学武艺吗？是。那好，我们7兄弟都是你的师傅，知道吗？现在你五师傅马上就要归西了，我带你给他磕个头去。走，来跪下，给你五师傅磕个头。拜见五师傅。孩子，你既然叫我五师傅，那我就教你第一招。
为吾之人应中侠义二字，日后行走江湖，要扶危济困，要切记起码把孩子教好，不要我知道了。走到事。兄弟，你放心的走吧，咱们江南七怪绝对不会输的，不会输，不会输，不会输的，大哥，不会输。五弟，五哥，五弟，五弟，五弟。各位师傅，请进吧，请，请。请。国靖啊，你先出去，我们跟你娘有话说。来，出去吧。过一时，我们素未谋面，只是听丘处机道长说，你是忠良之后，仁义爱国，现遭奸人杀害，我们痛心万分。我们兄弟7人，受丘道长所托，在大漠中跋涉6年，终于寻到了后人和家眷。我们江南七怪必教这孩子一身武功，为你报仇雪恨。你若地下有知，当可安心了。感谢6位师傅的大恩大德，为亡人在这里给你们磕头了。嫂子，别闹，我正听师傅们说话呢。国靖，你把杜氏打一顿，我嫁给你。杨家弟媳还一直没有消息。没有，以丘道长的武功，足以找到他们，你就不必担心了。那我先替杨家弟媳谢谢你们了。不必客气。大哥，咱们这就去教他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哎，所谓1寸长1寸强，要捂得密不透风。一旦敌人的枪进来，你就死定了。枪乃百兵之祖，要求身形凝重，招大力狠。我现在教你抖枪花，泼水。记住，用腕力，盘旋枪头，不得动大臂，画出圆来，明白吧？大水来了。放下吧。气运丹田，灵力双臂。练吧。哎，人的骨节啊，跟牛羊一样，分筋错骨手，就是把骨节脱了位，像这样，一扭一拧，这样呢，敌人就没办法进攻你了，明白吗？
小子，我先教你第一招，基本功，甩鞭，闪开。好，好。打吧，打前面这块石头。哦。好，师傅，我在练。练个屁！给我去那边扎马步去。哦。好，好。静儿，我不打你，你听我讲，你要好好练功，别让师傅们着急。你看，这越女剑法，要旨在纵高扶低。这套越女剑相传是当年凌元所创，所以灵劲儿是不可缺少的。我先教你挽剑花。哎，嗨，哎，呀，哎，哈，哎，嗨，呀。教你的空空之术，去三师傅的怀里掏点东西出来，不许动醒他。还不快去！哎呀，你快点啊！哎呀，真是够笨的！快点，轻点！干什么？哎，傻小子，你有10只手啊，都被别人剁下来。哎呦，真笨！哎呀，打赢的机会啊，那是百不得一，百不得一呀！哎，丘处机要找到杨家娘子，最多只有80%的指望。咱们眼下已经赢得2分的利息了。哎，杨家娘子生的或许是个女儿，生儿子的机会只有1半。咱们又赚了4分。好，又赚4分。哎，若是儿子呢，说不定早生天花养活不大，咱们又赚了1分。就算是养活大了，说不定比静儿还笨呢。哎，你见过比静儿还笨的人吗？就算和静儿一般笨，咱们也赚1分呢。所以啊，咱们有80%的赢面，80%啊！静儿，快上车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静儿，别怕，挽3个剑花就可以了。哦。给我！救命啊！师傅，又打？静儿，6岁的时候你挽3个剑花，16岁你还挽3个剑花，我要你挽13个。我做不到。罚你蹲马步。好。嘿。
给师傅骂了吧？谁说的？我在练功呢。什么练功？是挨揍。我在树林里啊看了你1个上午了。有什么好看的？看什么看？我就喜欢看你挨揍，谁让你对我凶啊？见了6位师傅就像瘟猫一样。哼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帮你赶蚊子啊！你草原上的蚊子专盯大蠢牛，笨蛋！华珍，你还是自己玩去吧，我要练功呢。傅寒叫我嫁给那个都使，我恨死他了。你从不关心我。谁说的？那个都使上次差点害死咱们，可是我也没办法说服你父王啊。你又干什么？闻闻你身上的味儿啊！什么味儿啊？蠢牛味儿啊！嘿嘿，草原上再也找不到第2个像你这样的大蠢牛了。走开！闪开！你放开我！华珍公主，华珍公主，大汗叫你。干什么？王汉大汗的使者到了。我不去。你去吧，你不去，大汗会生气的。华珍，你还是快去吧。郭靖，快来看呐！郭靖，好多大雕打架呢！啊，怎么了？又给师傅骂了？哎呀，咱们去看看嘛！我自己不瞧，过来叫你。你要不去，我也不去了。我怎么就那么笨呢？去不去？去不去啊？你要不去，别理我了。华珍，也不知道是黑雕打胜呢，还是白雕打胜。哎，你是说悬崖顶上那对白雕吗？对呀。炸！炸！炸！傅寒，快射呀！是，拿我的弓箭来。哎，你看。你们也来！你们也来射，中者有赏。可惜我没带弓箭。郭靖，郭靖，给你，你来，好，跑起来，我去了，射他的几下。哎，傻子，你追不上了。傅寒，你说射中者有奖，我安达一箭双雕啊，你赏他什么？赏什么都行。你要什么？
大汉对我和我娘都很好，我们家什么都有，不用了。你这孩子倒有孝心呀！不用怕，要什么说。哦，大汗，大汗，郭靖不想为自己求什么，郭靖想替别人求一件事儿。什么？王翰的孙子都使又恶又坏，华珍要是嫁给他，一定会吃苦的。我求大汗别把华珍许配给都使了。真是孩子话，那怎么成呢？好吧，我赏你一件宝物。哦，这是我的金刀，你拿着它替我杀敌。谢大汗。后面的跟上！那白雕十分可敬，他的后代不可不救。拿回去好好喂养吧。你们二位要答应我一件事：今天上崖捉雕之事，跟任何人不得提起。好，我不说就是啊。小雕一定是饿了，我这就去喂它们。哎，郭靖，咱们俩一人一只，我替你养着。这样。喂，你别走啊！你别走啊！你不能走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哦不，我你向我磕那么多头干什么？我蠢得很，练功夫总是不行，惹得师傅生气。那你想怎么样呢？我拼命练功，可怎么也练不成，说什么也不行。要我指出一条明路来是吗？啊，好。好，今天半夜我在崖顶等你，不许跟任何人说起。啊？我上不去啊！哎！
华珍，华珍，郭靖，华珍，我在这儿呢。郭靖，我不行了，救命啊！我不行了把绳索缚在腰上。好。我绑好了，快拉呀！不必多礼，躺在那块大石上睡吧。这好冷啊！好吧。如此睡觉，何须我教呢？我教你4句话，你要牢牢记住。好啊。思定则忘情，体虚则气运，心死则神活，阴盛则阳消。思，试着闭目。哦。脑中空明，呼，吸，呼，吸。有热气从丹田中出来，一吐一吸，热气越吐越多，四肢燥热，如在火盆中烤。热气蒸腾，丹田中空荡荡无一物。寒风刺入，寒气从顶门入，至颈中，至上身，至两臂，下贯丹田，直至脚底。你这个贼盗，追得我好苦啊！老子今天送你上西天！住手！长春真人丘处机虎落平阳，只因他与江南七怪比斗时，以一敌七，最后中毒之下，与老大柯镇恶两败俱伤。这时阴险小人段天德渔翁得利，举剑欲取他性命，以报连日一路追杀之仇。岂料就在他举剑劈下之时，焦木大师奋力掷出手中佛珠阻止，随即扑身相救。奈何他重伤之躯动作迟缓，竟一头撞上中柱，当场殒命。段天德见叔父因自己丧生，一时吓得魂不附体，再顾不得其他，拉着李平仓皇逃去。走！邱大长救我呀！一场因谎言酿成的悲剧，终以焦木大师横死收场。江南七怪和丘处机虽同为受害者，但事情发生到如此地步，心情也无比沉闷。他们为焦木祈福的同时，柯镇恶也拿出解药让丘处机服下。不多时，丘处机剧毒尽解，江南七怪的伤势也有所好转。但双方经此一战也结下仇怨，再无转圜余地。特别是柯镇恶想到自己七人竟败于丘处机一人之手，视为奇耻大辱，心中愤懑，咽不下这口恶气，要与他再比斗一番。丘处机急着去解救李平，只得拉下面子认输赔罪。然而柯镇恶却不肯善罢甘休。你想怎么样？我咽不下这口气，还请邱道长再予赐教。丘处机无奈之下答应比斗。那么比法还请邱道长画出个道来。这次我们不但要比武功，还要斗恒心毅力，斗巧智计谋，看看到底谁是
英雄豪杰。而这赌斗之法，就是由自己去救杨铁心之妻包惜若，七怪则寻郭啸天遗孀李萍，待二人生子以后，分别教导传授他们武艺。18年后再相约嘉兴醉仙楼，让徒弟们一决高下，如此能救人又能达到比斗目的。好，我们赌了。江南七怪思索之后点头答应，踏上寻找李萍的漫漫长路。而段天德从法华寺逃走之后，为了躲避江南七怪以及丘处机的追寻，不敢在江南一带再做停留，直接向金国方向而去。而他也不敢除掉李萍这个累赘，只当他是自己最后的护身符。可如今金宋边境战火延绵，形势混乱不堪，他们一行人在途中不幸被金兵俘虏，当作苦力，护送物品向着北方蒙古进发。不曾想倒霉透顶之下，再遭一股败兵偷袭，段天德和李萍二人自此失散。李萍随流民奔逃，却因自己怀有身孕而掉队。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却忽感腹部传来阵阵剧痛，只能无助倒卧在沙丘之后。不久，婴儿的啼哭划破寂静长空，诞生的是个男孩。他咬牙忍痛，以匕首割断脐带，将孩子紧紧抱在怀中，靠从遗留尸体上摸出的干粮，这才恢复了些体力。如此挣扎求生10余日，方才逐渐从鬼门关走出来。知道再留此地非长久之计，于是只得抱着孩子向北走去。半路遇到蒙古牧民，见他孤儿寡母可怜，牧民离开时留下4头小羊。就这样，李萍母子在这茫茫大草原安定下来。6年转瞬即逝，孩子也逐渐长大成人。谁知6岁的郭靖偶然救下一人，竟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。男人手腕百斤强弓，以超越飞鸟的速度追着天上黑雕向前疾驰。骤然间他腾空跃起，双臂真气激荡，竟拉满千斤弯弓，射出石破天惊的一箭。铁木真之女华筝见他一箭双雕，欣喜的策马上前捡起猎物，随即来到郭靖面前，示意他将双雕献给大汉。郭靖虽不知其意，仍点头应允，与他共乘一骑来到铁木真身前。铁木真自是亲眼目睹方才神剑，直夸他剑法超凡。郭靖不敢鞠躬，直言是师傅哲别教得好。师傅是哲别，徒弟也是哲别啊！华筝悄悄示意郭靖进献战利品。郭靖翻身下马，一言将双雕献给铁木真。郭靖，为何献雕给我呢？郭靖一时语塞，不知如何回答，最后只好实话实说，是华筝让他献的。华筝见他如此憨直，说都不会话，一时间又羞又气。这时他的好兄弟哲别上前替郭靖请赏。郭靖推辞说大汉待他们母子恩重，不敢再求赏赐。铁木真让他不要推辞。最后郭靖望向华筝，于是向前为他请命。大汗，王翰的孙子都使又恶又坏，华筝要是嫁给他一定会吃苦的，我求大汗别把华筝许配给都使了。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，部落联姻关乎兴衰。为了弥补郭靖，他从腰间拿出随身金刀，并郑重的赏赐给他，要他将来为自己上阵杀敌。华筝这时却心中不悦，调转马头疾驰而去。铁木真望着女儿背影，也只能叹息一声，领兵远去。只剩郭靖独留原地，想起7位师傅的嘱咐，要无时无刻勤学苦练。郭靖抽出长剑，练起了7师傅韩小莹所传授的越女剑法。原来当初江南七怪与黑白双煞恶战之时，6岁的郭靖却被卷入战局。情急之下，他抽出腰间短剑，一下刺入陈玄风胸膛。就这样声名赫赫的双煞之一，竟殒命于一个小孩之手。眼睛以下的梅超风见丈夫已死，只得拉着他的尸首飞速逃离。就这样，江南七怪顺利脱险，并收郭靖为徒弟，7人轮流传授自己的绝活。一晃就是10年，奈何郭靖资质愚钝，不是被7位师傅教训，就是受责罚蹲马步。这10年倒把下盘的功夫练出来了。而郭靖练功也不敢有一日懈怠，一有空闲就勤练师傅们的绝学。然而练来练去，许多剑招仍只得其形未得其神。他一剑刺入树干，竟连拔出都颇为费力。就在这时，方才负气而去的华筝去而复返，问他为何刚刚求父汉，阻止自己嫁给都使。郭靖言说都使很坏，不想他嫁给他受欺负。那如果我不嫁给他的话，嫁给谁呀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华筝被这榆木疙瘩气得发狂，突然忽听崖壁之上2只小白雕遭受攻击，啾啾鸣叫，很是可怜。2人想救他们，却无计可施。这时一个老道悄然而至，并在他们惊异的目光中，如凌云般轻快敏捷，3步化作2步攀涌而上，百米峭壁如履平地，转眼便将2只小白雕救下。此人正是全真7子之一的马玉，而郭靖的崛起之路就此开启。6岁的郭靖张弓搭箭，竟一箭射落100米开外的野鸡。岂料就在他与小伙伴拖雷，开心的跑向前捡自己战利品时，野鸡却被一个小胖子抢走。喂，这野鸡是我射死的，你拿走干嘛？野鸡是我养的，我还要你赔呢。小胖子见2人不给面子，当即搬出显赫家世。我爷爷是王憨，我爹是桑坤，小爷我叫都使，我爹爹是铁木真。
郭靖身边的托雷当即大怒，报出自己父亲铁木真的名号。可小胖子都使却不屑一顾：“你爹呀，怕死我爹了！我爹才不怕你爹呢！”见安达被欺负，郭靖怒喝一声向小胖子冲去，双方顿时激烈扭打在一起。毕竟对方人多势众，个头又高，郭靖与托雷很快就被按在地上摩擦。恰逢此时江南七怪途经此地，人不害臊了！7个大孩子打2个小孩算什么？滚开！小爷要打人，谁敢啰嗦，给我打！月女见韩小莹见小胖子凶悍，于是上前来将双方分开，随即才转身离去。都使见七怪走远，又指使人上前揍郭靖和托雷。岂料郭靖突然抽出腰间短剑，小胖子一时不敢轻举妄动，只好约定明日再斗。此时江南七怪中的朱聪去而复返，一把夺过郭靖手中短剑，剑刀柄上刻着杨康2字。还我！朱聪表示可以归还短剑，但要告诉他短剑的来历。郭靖言说是娘亲所给。朱聪问其父姓名，郭靖却茫然摇头表示不知，一连几个问题都不是想要的答案，见问不出什么来。朱聪将短剑抛还，与6人调转马头疾驰而去。郭靖，咱们回去吧。听觉灵敏的柯震恶本已走远，但听闻这个名字大惊，翻身下马，跌跌撞撞奔向郭靖，并一把将他托起。您是郭靖啊！听闻这孩子叫郭靖，其他6怪也围了上来，激动地询问他爹娘名字。郭靖说爹爹已被害死。那害死你爹的仇人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段天德。听到段天德3个字，江南七怪狂喜不已，竟一把将郭靖丢在沙地，奔上沙丘纵情欢呼，释放心中的压抑。郭靖以为他们是一群疯子，趁七怪不注意，拉起托雷就要离开，然而七怪却又蹦跳着奔来，亲昵地揉他脑袋，抓他耳朵。原来江南七怪依照当年赌约，在茫茫沙漠兜兜转转，寻找郭靖6年之久，杳无踪迹。如今意外相遇，自是难抑心中激动。郭靖被他们的热情包围，心中害怕，想要回家。韩小莹问他回家做什么，托雷嘴快，说出明天要与小胖子决战之事，他们要回去找3个窝阔台相助。找别人助拳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我来教你一招，保证你啊，一个人打他们10几个都没问题。朱聪说罢拉开架势，教了他们3两招。托雷聪明伶俐，一学就会，但郭靖却动作笨拙，一学便废。见此，朱聪上前摸郭靖骸骨，才发现他资质太差，根本不适合练武。小时候我也很笨，我小时候也没怎么聪明过呀。我听闻2人这么说，朱聪问郭靖是否想为父报仇，见他坚决点头，便让他半夜到对面山头找他7人，说他资质差没有关系，但要有冲破一切的胆量。深夜7人在山顶等候，正讨论郭靖是否会来时，韩小莹突然惊呼：“大哥，快来看！”众人闻言向前一看，只见在3个方向竟有3堆骷髅头，